朋友们，我们迈向觉醒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让自己从对大脑思维的认同当中摆脱出来。这也是让你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的第一步。我总说一切的修行都要先从入静开始。你如果静不下来，每天都是各种丰富的内心戏，脑袋里各种的胡思乱想，思虑不停，杂念纷飞，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猿意马，那你就离实修永远都是108000里。记住，衡量你修行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内在所感到的平和以及安静的程度。任何没有提起觉知、没有定力加持的头脑活动，其实都只是你肉人的念头在那纷飞。这其实依然是你在业力之下所做的自动化反应。因为头脑呢，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可能还觉得我思故我在。现在我们人类的大脑已经因为大量的胡思乱想而十分的疲惫了。我们有将近1半以上的时间都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并且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长期的心猿意马、思虑过重，还会导致我们的心肾受损、精神衰弱，会让你焦虑不安、抑郁、失眠多梦、无法专注的做事等等。不信你们感受一下，有一些人平常呢就是思虑很重，总是胡思乱想。你看这种人是不是都是印堂发黑、眼圈发黑、精神萎靡，对不对？你想一下，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能做成什么大事呢？最关键的是，它呢会让你逐渐的远离智慧。你越胡思乱想，越烦乱，你的精神就越萎靡，反应就越迟钝，所以你就越难成事。于是呢，你就越烦躁，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同时，这种持续的心猿意马呢，也是导致你的人生不幸福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在我们短短的这一生当中，你耗费了大半生迷失在胡思乱想当中。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总是像一台洗衣机一样，在那不停地转，反反复复，伴随着各种复杂的、令人窒息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一个心不定的状态下，你就已经脱离了当下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因为你的念头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因此你就错过了许多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和事，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而最有意思的就是，竟然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这就是生活，生活它就是这么苦，就是这么一团乱麻，没有头绪，我们不得不这么过。但是我告诉你，你的人生真的不必要这样。实际上，你的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它就是应该被用来处理明确的任务的。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你呢就让它好好的休息。就像你到达目的地以后呢，你暂时不开车的时候，你就把车停好，总不能一直不熄火吧，对不对？其实只要你用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头脑的思维呢，都是重复的，而且呢，都是没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记住，在没有觉知关照下的思维，它们的本质其实都是负面和消极的。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重复过去，而去产生抑郁和烦恼，以及通过联想未来给你产生焦虑和恐惧，并且以此来不断地消耗掉你的生命能量。当你再有这些情绪和痛苦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是不是你又陷入到了这个系统的操控之中了？另外，这种所谓的强迫性思维呢，其实还是一种上瘾症。上瘾症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停止，这也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本质。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思考上瘾呢？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自我，
我们认为我思故我在，我们从思考的这个内容和活动中呢，去获得这种自我，也就是获得一种存在的感觉。我们认为，一旦停止了头脑的这个思维活动，那个我就没有了，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告诉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思考，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停的思考，以至于你不停的受苦、受折磨的那个真相，那个最底层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构建出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其实都是佛家讲的各种我执，也就是小我的集合。这些我执或者说小我，其实都是由你的各种思维所构成的。只有你不断的思考，他们才能活下去。但是他们的活着和存在，并不能代表你自由意志的存在，你灵魂的存在。你一直以为他们的活着就是你的活着，他们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而这个错误的认同，恰恰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来源。而事实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假我，我们还不断地把它们拿出来和别人去比。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比自己高，就心生嫉妒；如果发现别人比自己低，就心生傲慢。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不断拿出来跟别人比的那个我，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吗？并不是。为何佛家总是要讲无我？目的就是要让你破掉这些假我，破我执。说到这里，估计已经有很多朋友恍然大悟了。你曾经的在乎、愤怒、焦虑、烦恼、纠结等等，随着你把这个我的放下，也都瞬间都变得烟消云散了。要知道，由你头脑的思维组成的这个我呢，几乎是和当下没有一点关系的，只有过去和未来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他的是非是完全颠倒的。这就是《金刚经》里所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都是颠倒梦想。所有的假我完全都是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呢？因为大脑运行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调取它所有的已知存储信息，然后再在这些已知中进行比较，最后再做一个二元化的定义和判断，贴上一个标签。你看，这不就是用过去的眼光看事物吗？同时它还会试图把当下作为达成未来目的的手段，于是呢，就投射出各种关于未来的联想，把你不断地拉到未来上去。总之，它的目的呢，就是永远都不让你停留在当下时刻。而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就会明白，只有在当下时刻，才是你解脱一切苦、摆脱焦虑、摆脱抑郁、摆脱烦恼、摆脱恐惧，也是离一切相的关键所在。但是前提就是，你得不再去认同你的大脑思维就是你自己。如果想要摆脱大脑的控制，其实你只需要慢慢的让自己学会做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入静，或者叫静心。这其实也是修行的第一步。所谓修行的道路无数条，不管你选的最后是哪一条，入静都必须是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因为你做不到入静，你就无法拥有专注力，无法提起那一念觉知，更不会让你拥有在各种业力面前不做自动化反应的定力。这是先决条件。那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入静呢？一个人如果你看他表面上很安静、很沉着，面无表情，那请问这个人就算是静的吗？那可不一定。很可能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但是他的内心正在杂念纷飞、胡思乱想、焦虑不安。相反，比如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全神贯注的比赛的时候，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的时候，虽然他的身体和语言都是动态的，但是他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反而却是静的。而你想入静，
你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首先就是要让你的这个大脑停下来，给它关掉，也就是要努力的去创造和寻找一种思维空白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禅定和临在。只有每一次你成功的创造出这种思维空白的时候，才可以做到不被任何的杂念带走，把自己的专注力定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件事上。这个时候的你无论是做什么都拥有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专注力。这可是一件法宝，是你成就一切事情的核心武器。有了它以后，你再去工作、生活、学习、修行的时候，才会事半功倍。你的自由意志、你的精神力才会逐渐地变得更强。这就是你不断地滋养你的自由意志的一个过程，也是你在不断地转化系统的这个内部能量，进行一个反哺的过程。而当你可以做到持久地保持这种专注力，并且在这样的专注力之下，到生活当中去修行，你才有可能逐渐地提炼起那一念觉知。当你可以做到提起觉知，让觉知去关照你的言行，代替习惯和情绪，去走在你的一言一行的前面，你就可以自在清楚地看着各种念头，不断地在你的面前流经，做到不住念。不管在任何的念头、情绪还是无常袭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到如不动观，不做任何的反应，让你自己再也不被业力所牵引控制。如果你能以这样的状态活着，你就可以说是活在当下了。只有在当下，你才可以做到所谓的观，可以看清自己的思绪的来来去去，对你看见的所有的情绪都不加评判，以一种放松而专注的心态去观察它们，就像是跳出自己的身体来看自己，或者说是做自己头脑的侦探。这种自我观察给你提供了先退一步的潜力，让你获得了看待事物不同的角度。通过观，你才有可能看到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和规律。当你坚持不断地在生活中实修，持之以恒地下功夫，那么一定会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可以很淡定地对着你大脑中的各种声音微笑，就像是你冲着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微笑一样。你从此不再认同于他，不再被他所控制，你并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严肃而又认真地去对待头脑里那些翻来覆去的内容，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已经足够的强大，并且提起了觉知。你再也不会依赖于你的头脑了，你再也不是习惯的木偶了。恭喜你，这就是你灵魂觉醒的开始。当然，虽然你已经觉醒了，但是你总不可能丢掉你的大脑吧？当然还会去运用你的大脑和思维，但是这个时候，你运用它的方式呢，就会更集中、更有效率。比如，你会更多的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只是在具体的事情上才会去运用大脑进行具体执行步骤的思考，而不是在没事的时候让它空转，让它不停地牵着你胡思乱想，把你拽离此刻当下。你会有能力随时从不自主的内心戏当中解放出来，让自己继续享有那份内在的宁静。当你需要利用思维的时候，尤其是当你需要一个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在思考和临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呢自由地切换。注意，临在的状态是有自由意志，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思维活动；而被迫性思考的状态呢，正相反，是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头脑的思维。好，记住了，只有在我们处于临在状态，或者叫做无念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接收到高维的灵感和智慧，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的思考。事实上，有很多伟大的突破、发明和创造的灵感来源，都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产生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并不具备有创造性，
这并不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头脑和思维，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停止思维。他们引以为豪的，自认为充满了各种认知和知识的这个大脑，其实反而成了他们突破和提升的最大的障碍。而真正的实修一定会引领我们，把头脑的思维放在自由意志的关照之下，让他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记住，一旦当你的思维与你的自由意识切断联系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肉人就会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就会立刻被头脑所控制。只有当头脑的思维与提起了觉知的自由意志连接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工具。头脑本来就是无数个小我的根据地，这些驱动着肉人的一个个的社会习惯，也就是你所谓的认知，其实它就是一堆的执念和标准。而任何不符合这些执念和标准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就是情绪最终让我们的这个肉人彻底失控。是情绪勾住了我们，然后驱动我们的肉人开始疯狂的造作和造业，开始向这个世界投射出各种负面的能量纠缠。比如每当别人否定你的看法、观点或者行为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受伤，然后很难受，甚至会愤怒呢？很简单，因为你认为你的那个看法、观点和行为就是你本身，所以你觉得别人否定了你，于是你接受不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别人赞同或者否定的那些，其实只是你的习惯、你的标准、你的我执、你的认知，仅此而已。而那个真正的你，你的自由意志、你的灵魂，其实根本就是完整独立的、本自具足的。它并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和否定而改变一丝一毫，它就在那里。因此，不要在别人的赞美中迷失自己，也不要在别人的诋毁和否定当中自我沉沦。你要意识到，被赞美或者被否定的那个并不是你，只是你的标准、你的习惯。这样你立刻就不会再有什么骄傲、自满、沮丧、失落、愤怒等等的情绪升起了。这样你就不会被外界轻易地调动起你的情绪，然后驱动你的言行。这样的你呢，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强大的人。明白了吗？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几个处理头脑的小妙招，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